新年刚过，我表哥就因开车撞死一名孕妇，被判入狱。受害人家属要求赔偿数百万，而我是全市唯一一个愿意接案的律师。连续数日不眠不休搜集证据后，我正要开表哥的车赶去法院，却被姑姑拦住。又来一个打秋风的穷亲戚，不是借钱就是想借车。他叉着腰，满脸讥诮，看我儿子好说话，连问都不问就来开他的车。谁给你的胆子？这可是私人定制的 G63， 就算按小时收费，1000块1小时，一天1万，不掏钱你今天也别想开走。开庭在即，我举起卷宗想解释，他却毫不掩饰眼中的轻蔑，一个三流大学的律师也想接我儿子的案子？开什么玩笑？顶级红圈所的大律师昨天还和他吃饭呢。我明白了，他眯起眼睛指责道，你就是想开我儿子的车出去装门面，对吧？我急切地摇头，姑姑，不是的，维斯利他真的有麻烦了，我必须……话还没说完，他一巴掌扇了过来。少废话，车都开出车库了，不结清费用，休想离开。他一边吼叫，一边抢过那叠能救我表哥的关键证据，撕得粉碎。看着熬夜整理的成果被毁，手机在口袋里不停震动，是法院一遍遍打来的催促电话。我只是淡淡的笑了，既然不需要我，那就不去了。看我表哥什么时候能回家吧。希恩娜，我撞人了。全城的律师都不肯接我的案子，我实在走投无路了。对方是孕妇，一尸两命啊，希恩娜。而且我发誓，我绝对没喝酒，可他们却检测出酒精。求你了，你必须回来，不然我就完了。表哥维斯利深夜打来电话，我立刻买了最快的航班飞回来。就在新年假期刚结束，维斯利开车去公司给员工发奖金，撞上了一名即将临盆的孕妇。孕妇当场死亡，一尸两命。更糟的是，警方到场后竟以酒驾肇事起诉他，罪加一等。维斯利坚称自己滴酒未沾，他已经动用了公司近半的流动资金去打点各路关系，可没有一位知名律师愿意接这个案子，所有人都认为必输无疑。直到这时，他才终于想起找我。经过几天不眠不休的调查，我终于在他家洗手间找到了关键证据，一瓶烈性的含酒精漱口水。这是推翻酒驾指控的唯一希望。如果能洗清酒驾嫌疑，我们就可以集中精力争取家属谅解，以获得减刑。我看了一眼时间，离庭审只剩1小时。回家开自己的车已经来不及，叫网约车又怕路上有变。我抓起维斯利 G63 的车钥匙，准备赶往法院。就在这时，布伦达姑姑突然出现，堵在车道上，示意我下车。又来一个打秋风的穷亲戚，不是借钱就是借车。给我下来！我摇下车窗，姑姑，我有急事，回头跟你解释。他不管不顾，伸手进来，猛地拉开车门，硬是把我从驾驶座拽了出来。你的急事关我什么事？你就是想趁我儿子不在，开他的车出去装阔吧？他啐道，我家维斯利就是人太好，被你们这帮穷亲戚蹬鼻子上脸。可你偏偏挑他最贵的车开，谁给你的胆子？这车要是蹭掉一点漆，你1年的工资都不够赔。我以为他还不知道维斯利惹的麻烦有多大，尽量保持着耐心。姑姑，我没骗你，我真的要去帮维斯利处理急事。再晚，他就真的麻烦了。他仰头发出刺耳的笑声，我儿子求你办事，你也不照照镜子，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。你算老几？他有什么需要求你的？少来这套，这车是进口的，金贵着呢。行，看在亲戚份上，租车费就算你1000块1小时。中午之前不回来，就是1万块。他直接挡在车前，先把欠我的钱结清，不然别想走。我彻底愣住了。我和维斯利家走动很少，也从未如他所说向他们借过任何东西。如果不是时间紧迫，为了避免堵车或网约车取消的风险，我绝不会碰维斯利的车。我对占他们便宜毫无兴趣。说真的，如果不是因为维斯利从小对我还算不错，
我根本不会接这个烫手又高风险的案子，是他求我帮忙，而他竟然要收天价租车费。我焦急地又看了一眼时间，又浪费了10分钟。如果我迟到，维斯利就没有辩护律师，结果可想而知，不是死刑就是无期。姑姑，我说的是真的。维斯利撞了人，还有50分钟就开庭了，我是他的辩护律师。你必须让我走。他愣了2秒，表情似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。我以为他终于明白了，准备让开。可就在我伸手去拉车门时，他却爆发出更大的笑声，并猛地关上车门，夹住了我的手，手指瞬间传来剧痛。姑姑，你干什么？他轻蔑地看着我，干什么？你编故事的本事倒是不小。我儿子前2天刚出城办事，怎么可能撞人？再说了，就算真撞了人，他认识那么多大律师，凭什么找你一个野鸡大学毕业的？我看是你自己混不下去了，死皮赖脸求他，他可怜你才赏你口饭吃吧。再赶着我儿子一句试试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对他的辱骂，我已经麻木了。他一向看不起我们家。我出国留学，被他说是读的野鸡大学。因为维斯利辍学早却赚了大钱，他便自觉高人一等，觉得谁都比不上他儿子。他不知道的是，我的收入并不比维斯利低，而且我宁愿开自己那辆可靠的轿车，也对他儿子那辆招摇的 G63 毫无兴趣。没时间再为身份问题纠缠了，我决定摊牌。他撞了人，还被控酒驾，现在除了我，没人敢接他的案子。见他有些迟疑，我立刻从车里拿出案卷给他看。你看，姑姑，这是法院的立案文件，上面有我的名字，也有维斯利的。求你了，让我走吧，我现在连半小时都没有了。时间1分1秒流逝，我害怕辜负表哥的托付，他的命运完全系于我一身。布伦达姑姑一把抢过文件，她看着文件，不是理解，而是勃然大怒。赔偿家属200万。希恩娜，索恩，你想趁维斯利不在，偷他公司的章骗钱是不是？立刻付车费，不然我让你好看。3. 布伦达姑姑抓着我的手腕，指甲深深掐进肉里，任凭我怎么解释也不松手。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不停，是法院书记员打来的，大概是看我迟到，打电话来催了。我想让他听听法院的人怎么说，他总该信了吧。法院来电话了，你不信，自己听。我赶紧接起，按下免提，凑到他耳边。书记员焦急的声音传来，索恩女士，你怎么还没到？马上要开庭了。你当事人的处境已经很不利，再不出庭，宣判是必然的，不是死刑就是无期。有任何证据请立刻带来。我挂断电话，心想这下他总该明白了吧。没想到他却尖声大笑起来，希恩娜，索恩，你个不要脸的贱人，戏演的挺全套啊，花钱请演员来骗我和我儿子是吧？还有多少同伙？都叫出来啊！就你一个野鸡大学的律师，你以为你有资格踏进真正的法庭？没有我儿子，你们全家都得饿死。我惊呆了，我后悔了。如果不是已经答应了维斯利，我真想立刻甩手走人，再也不管这家人。布伦达姑姑得意地指着 G63， 你把我儿子的车开出车库，就停在这晒太阳。你们这些土包子根本不知道这有多伤妻，多伤内饰。所以呢？我困惑地问，不知道他还想怎样。所以1万块不够了，你得再加5000块的清洗保养费。我警告你，你再拖下去，这车你全款赔给我。看着他那张脸，我知道争辩毫无意义。我还有15分钟，如果开快车，或许还赶得上。我咬咬牙，行，我转账。一切都等维斯利的初次听证会之后再说。我迅速把钱转到他账户，然后伸手去拉车门。还没坐稳，他就一把抓住我的头发，用尽全力把我从车里拽了出来，痛得我眼前一黑，重重摔在柏油路上。他眼中闪着恶毒的光，我让你走了吗？租车费你是给了，但你试图诈骗我儿子200万的事还没完呢。
我惊呆了，我真的无法相信他竟能如此偏执和恶毒。我什么时候要骗他们钱了？那是给受害者家属的赔偿金，200万也买不回2条命，人家家属还不一定要呢。我头皮发麻，我再说一遍，我没想骗你们的钱。不信你立刻打电话给维斯利。4. 好，我这就打给我儿子。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，是蒂芙尼，维斯利的妻子。喂，妈，怎么了？听到他的声音，我心里一沉。我忘了维斯利没带自己的手机，他是用助理的线打给我的。布伦达姑姑瞪着我，这个贱人西恩娜，索恩，说我儿子开车撞人了，是真的吗？电话那头，蒂芙尼立刻激动起来，胡说八道。我老公前2天说有事要处理，怎么可能撞人？妈，你可别让那个满嘴喷粪的女人跑了。这年还没过完呢，她就咒我老公。放心，跑不了她。我拿出那瓶漱口水，这是我找到的证据。话没说完，布伦达姑姑怒火攻心，狠狠扇了我一耳光。贱人，还想骗我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我儿子真撞了人，那也是他自己不长眼，活该。谁让他挡了我儿子的道？以我儿子在城里的关系，这点小事还摆不平？我忍不住后退一步，姑姑，那是孕妇，2条人命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如果维斯利也是这种态度，那我绝不会帮他。他狠狠一脚踹在我肚子上，你还教训起我来了？本来就是，这世道，穷人的命就是贱。你们这些穷亲戚都一样，像阴沟里的寄生虫，离了我儿子就活不了。他抢过我手里的漱口水瓶，高高举起。看出他的意图，我绝望地大喊，别摔！那是证明维斯利没有酒驾的唯一证据。你会后悔的。他斩钉截铁，什么狗屁证据？你以为我还会信你？哗啦，瓶子碎了，玻璃碎片和散发着浓烈气味的透明液体洒了一地。我们唯一的辩护证据，完了。见我惊慌，布伦达姑姑更得意了，你不让我摔，我偏摔。我忍着痛去拿案卷，文件不能再有闪失，否则维斯利就真的完了。可布伦达姑姑抢先一步，一边撕碎文件，一边叫骂，看你还怎么骗人！难怪我儿子说你们家最不是东西，上个大学就以为高人一等了。他最怕接到你们家电话，准是又来要钱的。我忽然明白了，难怪他从不接我电话，节日问候也隔几天才回，说太忙。他是不想和我说话，怕我找他借钱。他就是抠门。手机又响了，是法院书记员，索恩女士，您是遇到急事了吗？需要我向法官申请再延10分钟吗？布伦达姑姑扑过去抢手机，延什么10分钟？你是说我儿子10分钟后就要被宣判了？他放声大笑，把电话当成恶作剧。我倒要看看10分钟后我儿子能怎么样。我下定了决心，声音平静而坚定，不用了，谢谢。麻烦转告我表哥，布伦达姑姑坚持要我留下，我就不去了。话音刚落，电话那头传来维斯利暴怒的吼声：妈，你给我闭嘴！我说真的，我摊上大事了。西恩娜，我的好表妹，别听她的。快过来，你是我唯一的希望了。5. 布伦达姑姑抢过手机，仔细听着维斯利的声音，她的笃定动摇了，脸色由红转白。那是我儿子的声音？怎么可能？他立刻摇头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西恩娜，索恩，你花了多少钱找人 AI 合成我儿子的声音？为了那200万，你可真下本。我儿子声音有点哑，他老烟枪了，总有点咳。你骗不了我。我觉得他真可笑。维斯利被拘留了，当然抽不了烟，声音自然清亮些。听到全部的维斯利更急了，表妹，你跟他说清楚。妈，我求你了，闭嘴。你是想害死我吗？你是不是在外面有私生子，想搞掉我？维斯利惊恐之下口不择言。他大概没想到，抽走他最后救命稻草的，正是他的亲生母亲。被儿子的话刺痛，布伦达姑姑一副要穿过电话撕了他的架势。你胡说什么？
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我没有私生子，我儿子好得很，我才是你儿子，你听不懂吗？我就要被判死刑了，我完了，你的好日子也到头了。维斯利这话没说错，布伦达姑姑家以前穷得叮当响，要不是维斯利敢闯敢拼，自己创业成功，他哪能过上如今这种住豪宅、当阔太的日子？全靠我那游手好闲的姑父可不行。是他阻止我去救他儿子。我现在反而有点好奇，当他意识到是自己毁了儿子时，会是什么表情？马上开庭了，你赶紧打钱。维斯利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布伦达姑姑愤怒地挂断了。他嘴里骂骂咧咧，年都没过完就咒自己。我儿子好着呢。他坚信不疑。我把手机从他手里夺回来，他眼中闪着凶狠的光，让我想起小时候在乡下见过的那只护崽的母狼。希恩娜，索恩，你个恶毒的小贱人，敢咒我儿子！我差点就上了你的当。他抬手又要打我，这次我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狠狠推了回去。你本来有机会救你儿子的。我的声音毫无波澜，我夸张地叹了口气，看来是天意。那200万赔偿金你也不用付了。他冷笑，知道骗不了我了是吧？以为年轻力气大就能拿捏我？我把人都叫出来，我要让你在这座城混不下去。他冲出维斯利的别墅，扯着嗓子大喊，大家都来看看，我老公那个侄女不要脸，偷开我儿子的车，这还不算，他还找人假扮我儿子，想骗我们200万。不到几分钟，维斯利家外面就围了一群人。我太清楚布伦达姑姑的意图了。维斯利住的这个高端社区，住的都是非富即贵，这些邻居本是我潜在的客户，在这里搞臭我的名声，等于断了我本地的业务。可惜他算盘打错了，以我现在的地位和人脉，根本不屑于接这种本地的小案子。人群议论纷纷，这小姑娘心这么黑，200万够判刑了吧？这都敢骗？怎么不敢？现在的小姑娘都想当小三，我上周还抓到一个，骗点钱算什么？她只是运气不好被抓了。布伦达姑姑扮起了可怜受害者，大家都知道我们家对亲戚最厚道，没想到她这么算计我们。大家看清楚了，她是个律师，以后有法律问题可要小心点。他给了我一个得意洋洋、胜利在望的眼神。他是律师，听说那帮人没一个好东西，可不是嘛？我老公上个月请的那个律师也是个小年轻，还敢发信息挑衅我，这个估计也想当小三，想骗钱，估计也当过小三。快拍下来，发朋友圈提醒大家。布伦达姑姑看着他们拍照，笑得合不拢嘴，觉得自己大获全胜。拍吧，我想，我的助理有的是时间，给你们每人发一封诽谤诉讼，我还能赚一笔。终于有人报了警，远处响起警笛声，2位警官赶到，简单问了问，就把我和布伦达姑姑都带回了警局。我看了一眼手表，维斯利的庭审肯定已经结束了，